流年八，生命灵数的流年八通常都很刺激，就怕你分不出眼前出现的人事物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。生命灵数看妙妙大师陪你一起走过去。频道升级啦！妙妙大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频道现在开放会员功能和超级感谢功能啦，欢迎加入灵数探险团，每月有会员锦囊哦。根据灵数动力系统给你趋吉避凶的提示，请支持妙妙大师给地球玩家灵数人生攻略，让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体验一帆风顺。生命灵数看妙妙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生命灵数看妙妙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妙妙大师。今天来说生命灵数会让人冷汗直流的流年八，这是最挑战你承受力和忍耐力的时刻。你没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，事情就掉在你头上。没有体验过吗？代表你还很年轻，有人照顾，没有真正被流年八为难、试炼、碾压过。就算你还没遇过，但应该听说过有人因为变故面临人生的重大改变。但这只是起点，曲折离奇的故事还没开始。接下来有可能是从此怨天尤人、一蹶不振，或是乐天知命、承担大任，一步一步向前迈进。天哪，这么难吗？感觉很可怕耶。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流年八的真正意义是什么。用生命灵数看流年八是妙妙大师的独门绝技。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有点难，可以参考以前的节目，流年1到9里面有基本的说明。今天这集真的很珍贵，讲流年八是什么，赶快收藏起来，随时复习，还能分享好友哦。首先来解释流年的概念，最简单的说法是，它就是游戏的关卡，欢迎你进来挑战。既然是挑战，就会有风险，因此你得沉着面对，冷静处理。但能不能安全脱身，就要看你的真正实力，这是游戏玩家都有的基本概念，对吧？因此，每当你的生命灵数流年刚好是8的时候，就代表你进入了名为流年8的关卡，而且你有1年的时间可以慢慢破关。今天会用新手面向出发，给大家提示你可能遇到什么状况，要怎么面对，或是用这集节目的内容回想之前的流年8，自己是怎么度过的，做了什么样的选择。通常在你进入流年8之前就会有迹象了，灵感强的人也许会感觉有大事即将发生，但这是一种就算提早知道也没有用的感觉。一旦身为主角的你进入流年8，所有关卡就会触发，为你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。让我们用一个好懂的例子来解释，例如你在这间公司已经好几年了，算小有资历，最近人事出现很大的变动，因为有一个单位发生了奇怪的问题，像是被诅咒一样，里面的人要不是调职就是离职，所有人都待不住待不久，但这个单位是有必要性不能被取消的。这个情况让老板非常头痛，没想到的是老板直接找你，想请你进入这个单位。是不是一听就觉得这下要完蛋了？竟然是老板指派自己去这个问题单位。正常人一定会想，为什么老板要自己去送死？难不成是招了什么小人想趁机陷害，或是曾经太白目，有哪里得罪老板了吗？还是今年流年不利，忘记安太岁，你的脑袋会高速运转，用力找到可能的起点。不管你推理了多少，想了多少种原因，说真的，这些努力都是浪费力气。只要仔细想一想，你就会知道，除非你和老板非常熟，是多年老朋友，那么这个调职令还有讨价还价的机会。如果你只是资深员工，没有什么私下的交情，要就事论事，你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空间。如果你坚决不去，8成会惹怒老板。不要乐观的想象老板会真心接受你的拒绝，因为你不是和他站在同一阵线的人。请面对现实，一旦拒绝，等于要找新工作了。因为你一直以为自己和这件事没有关系，所以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心理准备。被老板这样突袭，当然会惊吓不已。你连回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，也来不及打开履历，提早找工作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脚麻了，想跑也跑不了。这下该怎么办？只能努力保持镇静，观察老板的语气、眼神、态度，尽全力想办法在夹缝中求生存。当你接受了这个现实之后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你认命地问老板，你本来的工作要怎么处理？你进去这个单位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做什么？只要你淡定冷静地提出问题沟通，保证你会看到老板的眼睛一亮，然后清楚地告诉你他知道问题在哪里，就是这个单位的主管已经不适任了，
本来想从外面找人进来当他的副手，帮他分忧解劳，减轻负担，直到退休。只是完全没想到这个副手太能干，引发主管的强烈危机感，觉得自己被威胁了，认为副手打算干掉自己，于是处处刁难。老板只好把副手调到别的单位。没想到的是，单位里面的成员后来就接二连三的主动调职或离职。老板认为你和这个主管平时合作的还不错，在这个单位快要团灭，他焦头烂额的时候，进去帮忙送暖是最适合的人选。老板表示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找你的，也觉得只有你可以把局面稳定下来。看你犹豫的表情，老板可能会加码给好处，只要你愿意马上调进这个单位，甚至愿意立刻给你升职调薪加奖金。毕竟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真的很有难度，但整个情况是以不容拒绝的态势展开，你只能硬着头皮先答应老板，其他问题全部后面再说，慢慢处理就好。这就是流年8的主旋律，步步惊心。就算有升职调薪拿奖金直接的好处，但这就是没有人要的烂缺，因为危机更大。只要还有别的选择，正常人都会马上闪人，除非不得已，没人会想要赌这一把。就这么刚好，你正是这个没有选择的人，只能接受它，面对它，处理它。既然今天讲的是流年8的危机，就让我们说仔细讲明白。记得前面说过流年是为期1年的关卡吗？没错，这种想逃却逃不了的感觉，你会随时体验到一遍一遍再一遍，因为你体验的时间有整整1年哦。是不是想到这里就快要昏倒了？这会不会太逼人了？怎样才能喘口气呢？这就要看你当时的主题数，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。目前无法得知，要用喵喵大师帮你算才知道。需要主题数的话，按资讯栏连结就有哦。让我们继续回到流年8的关卡。为什么这么沉重？难不成是隐藏宝物吗？是的，你答对了，但你一定觉得超无奈，要撑1整年才能得到，当然是很强大的宝物啊！一旦破关的人就会给人大气度的感觉。如果现在的你还在拼命拒绝和命运对抗，希望争取有人代替你去承受这个考验，甚至怀疑自己是被人陷害才会这样，一直停留在这，只会浪费你的应变时间哦。重点来了，新手的你在没有攻略和提示的情况下，肯定会被流年8整到凄凄惨惨戚戚。只要你看了今天的节目，就不用怀疑了，至少你知道，只要认命面对，就拿得到宝物。光是知道这一点，你就不会浪费一点力气去抗争。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流年8就是要让你淬炼出超凡意志，才会有这样的场景、成员和情况发生。因此，一定会让你体验到什么是骑虎难下。放弃逃跑的念头之后，你的机会命运才正式展开，要你当夹心饼干，开始练习左右为难。你很清楚，一个不小心就会里外不是人。为了跨越这个挑战，有几个提示可以给你：1、厘清目标，明确知道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，以及最终要达成的目标，这是关键的第一步。2、收集资讯，并整理分析，建立清晰的脉络。3、沟通协调，与所有人充分沟通，建立共识。4、建立信任，团队成员才能共同面对挑战。5、优先处理，根据紧急性和重要性进行排序。6、寻求支援，必要时寻求上级和同事的协助，特别是指定你进入这个挑战的老板，他很重要。7、保持弹性，才能随时应变，调整解决方案。总结来说，在混乱中处理问题，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能力，并保持耐心和毅力，直到抵达目标。更直白地说，你是所有相关的成员中唯一一个不能发脾气、不能使性子的人。如果你想把握流年8的机会，加薪升职，请你务必把今天的节目多看几次，因为这是表面看起来危机四伏的时刻。要不是有明确的奖励在眼前，否则每天都想逃走。对年纪轻的你来说，这的确很难熬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你不会做不到。从第1关开始，练习面不改色吧。只要做到不慌慌张张，不大惊小怪，什么大风大浪没看过的稳健感就诞生了。有趣的来了，对1到9号人来说，气度的看法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，但重点是遇到考验的第一时间是不能逃走的。因此流年8破关的方法就是面对它，处理它。要是真的局面太糟糕，逃走没有不行哦，毕竟这是你现在认为最好的办法了。但是喵喵大师要提醒你一件事，9年后的流年8
换位思考的考验会再来哟。不想要每次被流年八打败，可以去学习管理学哟。喵喵大师希望你拥抱生命灵数的特质，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、流年，让数字的能量成为你处变不惊的助力。选择自己会的、有天赋的能力来练习，累积有效的努力，成果才看得见。只要方法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。欢迎大家留言，你认为的气度是什么呢？感谢加入会员和超级感谢的朋友，请继续支持我们，提供灵数人生攻略、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留言、分享和超级感谢哟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